來，趕快，沒有咖啡就不行的人了。熱哦。怎麼樣？好喝嗎？好多泡泡。我以為你会說超好喝它是新品云朵泡泡美式啊，難怪。想說很熱就喝一點比較好喝啊，特別的咖啡這樣子。我覺得好喝的點是在於它是冰的，因為今天真的超級熱，而且非常悶。你也知道，我為了幫你買這杯咖啡，我這樣熱的要命拿了2杯咖啡來，拿咖啡錢你付。本來是我付的啊，你該是拿我的卡好像也是我真的覺得很慶幸，就是今天開始 Kodiak 在車上可以整路按摩啊，然後還可以開通風座椅。我剛剛睡得可舒服的呢。對，睡到都流口水。有嗎？沒有嗎？不要偷看美女睡覺。這種事情已經看膩了。不過講實在的，我剛認真有稍微看了一下，我發現我們去年開的 Kodiak，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好像只有顏色，就是座椅的顏色不一樣而已，黑色，因為它是棕色嘛。其實這個版本是可以選配棕色座椅的，只是我們這次的車款是黑色。但是魔鬼藏在細節，因為這一次我們所駕駛的版本是 Škoda Kodiaq 冠軍榮耀版 1.5 TSI ETEC。你刚刚說2台車其實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可是我好像也就聽到2個重點，一個是冠軍榮耀版，冠軍榮耀版是怎樣的冠軍啊？冠軍在哪裡？對，什麼意思？然後另外一個是 1.5 TSI 的一個動力，這麼大台的休旅車3排座椅，對，居然也可以選擇1.5升的動力配置，你就會覺得很納悶我覺得你的疑問其來有之，但是我先跟你解釋冠軍的部分，因為 Kodiaq 它已經在台灣連續7年成為7人座 SUV 的銷售冠軍。7年對，在台灣這樣很不容易打遍天下無敵手。所以原廠為了要回饋廣大的車迷朋友們，特別在 1.5 TSI 跟 2.0 TSI 4x4 2款車型上面推出冠軍榮耀版。其中 1.5 TSI 也就是我們現在搭乘的這一輛，把原本列為選配的雙前座 Ergo 人體深層通風按摩座椅列為標配，一定可以享受到一路暢快的按摩快感，很棒是不是？其實蠻實惠的对我來說，我相信你會覺得很好用。這台車已經全部都幫你顧慮好了。那另外 2.0 4x4 呢，則是新增全景電動式天窗和 DCC Plus 主動懸載控制系統。這些功能啊，上次我們做的 Kodiaq RS， 我其實覺得印象很深刻是不是？对，我自己当下印象很深刻，然後沒想到，我一直覺得這個功能就是本來就應該有，但它是額外升級。所以現在買這個版本，我只能說真的非常的划算，因為你想要的配備它全部都給你了。那當然，我們這次所搭乘的是 1.5 TSI 了。那在這個版本之上，我覺得另外一點就是，為什麼 1.5 的動力可以拖動一輛3排座的休旅車？原廠之所以會在 Kodiaq 上面配置 1.5 TSI 這樣子的動力選擇，其實是考量不同情境使用的消費者。因為有一些人他可能擁有大空間需求，但是多數平常上下班都是一個人。對啊，頂多可能就是乘坐2個人。偶爾周末出遊的時候呢，才會全車滿載。那在這樣子的使用情境之下，你就會發現 1.5 其實是非常合理而且理性的選擇。虽然它的輸出不像 2.0 TSI 那麼的大，但是也絕對夠用，因為擁有150匹最大馬力以及25.5 kgm 的峰值扭力。除此之外，因為 1.5 的關係，不僅車價可以有明顯的下降之外，還可以進一步的省油省稅金。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輛車可以說是擁有大空間需求的理性消費者最佳選擇。你剛剛說省稅金這件事情，的確我蠻認同，但省油的這部分它是可以相互並行的嗎？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這個就必須要提到 Škoda 擁有了一款獨門科技。我們剛剛有提到它的名稱，其實後面還有 ETEC。那是因為這輛車還具備48V 輕油電複合技術，除了在起步當中可以透過電動馬達擁有輔助之外，這個代號 EA211 的引擎還具備了 ACT Plus 氣缸楔子技術，也就是說在低負載狀態之下，它可以關閉第2缸跟第3缸，只用第1缸跟第4缸來運行。
譬如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面，轉速沒有很高的狀態之下，只用2缸運作的方式來前進。可是你並不會覺得，好像車子不夠力啊，等等的，依然非常的順暢，就是因為只剩2缸在燃燒，所以油耗有顯著的下降。這樣聽起來很像变频冷气的概念呢。而且在2缸跟4缸之間的切換，这是无感的，也就是說，我們在行駛的過程當中，並不會覺得好像忽然動力喪失或突然動力增加，它是在毫秒之間進行切換，在最平順的狀態之下運行。這個可以說是這一個引擎最大的優勢。因此 Kodiaq 1.5 TSI 它的平均油耗可以來到16.8。這麼大台車可以16.8，對啊，表現其實算不錯哎。而且你看啊，我們這一次南下開下來，其實平均油耗我剛剛看了一下，就已經來到了17.8這樣子的成績，完全達成省油省稅期的概念。對啊，比平均油耗更高，那你就知道，即便你開這麼大的車，在高油價時代依然不會有太多的負擔。這個可以說是為什麼要選擇1.5 TSI 最大的。好難得我們這麼早就到飯店 check in， 突然不習慣，你知道嗎？因為平常我們不是上山就是下海。然後我那時候聽到我們要來高雄，其實我有鬆一口氣啦。怎麼說？想說這趟旅程終於不用經過上山下海的折磨了，應該會比較舒坦一點。講得好像平常在虐待你一樣。也是沒有啦。主要是因為這次竟然開到了冠軍榮耀版，就想說要來一點冠軍級的尊榮旅程。所以呢，現在先停好車，我們到樓上見識一下到底有多冠軍的尊榮。到底多冠軍？我是期待一下。Sing me a song I can remember on a rainy day in September. I wanna feel your sunlight streaming in my life on my darker days. 你怎麼會想要來住誠毅啊？我之前有來過，但是因為活動的關係，我那時候來我就覺得這邊真的超級漂亮，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入住。所以來過沒住過很可惜，對不對？對，我也是之前來過沒住過。你也是。所以呢，曾經看到這個偌大的落地窗，沒錯，映入眼簾是高雄港這10多年來厲害的建設，全部都可以收進眼裡，好像應該要再來欣賞一下。真的，因為其實你在這邊看跟真的入住的感覺差很多。我那時候來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這邊最厲害的就是中酒吧以及無邊界的泳池，而且這邊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們幾乎有很多間房間都是景觀，有208間11種房型，所以其實他們這邊真的超級多選擇，設施也真的超級多的。所以來這邊我覺得真的就是才叫真正的放鬆啊。那等一下進到房間之後呢，你就可以感覺到我這一次為你準備的用心跟誠意。那這樣我真的很期待，想要趕快進到房間看看呢，看看我這一次幫你準備什麼尊榮級的享受。我想說，既然都來主策裡了，就特別替你安排這一個房型，擁有落地窗，可以泡澡。即便我不要泡澡，坐在這邊這樣看出去 ，view 也是超級好哎。我對你應該是還蠻不錯的吧？這次是真的也蠻不錯的啦，好想就真的好好先休息一下哎，畢竟今天也跑了一天了。休息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稍微把握一下時間，因為我們等一下吃晚餐。對耶，所以呢，你要帶洋裝嗎？當然要吧，女生出來玩就是要帶很多套衣服來搭配啊。那這一次麻煩你換一下精緻一點的衣服。為什麼？我帶你去吃同樣冠軍級的料理。我想想看，我等一下要怎麼搭配。好，我換衣服了。請問你要出去了嗎，先生？這邊請，謝謝。趕快。And time to reach out.
somehow be with me right now. When all these overwhelming sounds are like voices shouting so loud, reminding me that you're not there in all of the view. I just wanna hear your love songs in the air.真的很冠軍陣容哦，這趟旅程是。我就想說，只是吃個飯而已，然後有需要這麼大的一個陣仗嗎？還需要人家來載我們去？這樣子才能發揮 Kodiaq 這一款車的優勢嘛？不然你以為我只會上山下海嗎？下次可以下田看看吶。下什麼田吶？不是啊，但我今天也算是真的第一次坐到 Kodiaq 後座，我發現它真的是蠻寬敞的，就讓我想起來去年，難怪你要用 RS 來幫我慶生。那這個其實證明了一件事情，像我們這一次駕駛的是 1.5 TSI 的 Kodiaq， 如同我之前所言，它就非常適合日常單人或2人駕駛。可是來到周末，譬如3代同堂，全家一起出門的時候呢，拥有足夠的乘坐空間可以使用。舉例來說，如果是一般的休旅，假設是4個成年人坐在車子裡面，那他們又擁有一個小孩，就必須要坐安全座椅嘛。很擠耶，安全座椅超大的耶。對啊，一張安全座椅加上2個成年人坐在後排。對啊，你覺得中間那個人該怎麼辦？會超擠的耶，很痛苦，對不對？我就坐過啊。所以這個時候，像這樣子擁有3排座的 Kodiaq 就非常的好用，因為安全座椅放在這邊，成年人坐在這邊，另外一個成年人可以坐到第3排。所以它空間感就出來了耶。對，而且啊，第2排座椅是可以前後挪移的，所以如果第3排想要爭取更好的膝部空間，我們就可以稍微往前挪移一下，第3排的空間就出來了，而且很彈性哎。对，再加上第3排顧慮乘坐的頭部高度，你就不會覺得後座特別的壓迫，多那麼一點點的空間，其實就會有很明顯的感受哦。這樣看其實就很明顯的，它是往上的，因為很多車它上面往下，因為會下修，為了流線，但是這輛車為了空間，它會把這個部分做得更加的完整，所以這就是 Kodiaq 的優勢。為什麼這一款休旅車7人座可以連續7年獲得冠軍？絕對是其來有自，讓前座、中間到第3排都可以讓成年人完整的乘坐在裡面，成為比5人座休旅更加稱職的空間大師。而且不是只有用來載人，載東西的話，這輛車也同樣綽綽有。假設不需要用到第3排座椅，就可以直接放倒，後車廂空間就可以從原本的281公升直接上漲至786公升。那如果呢？假設只有我們2個人，對，乘坐在這輛车上面，坐在前座，後面我們可以全部打平，來到2080公升。不論是要車速或者是採買，都有非常充裕的空間讓你發揮。這就是為什麼啊，如果乘坐的需求是偶爾才會載滿的話，1.5升的 Kodiaq， 不論是空間，乃至於油耗，甚至是養護，都是非常全方位的選擇。2個人坐在第2排，非常的舒適，但前提是要有人載。也是啦，我是希望我可以一直被載啦。不是總是在被載嗎？好像是來很久了耶，我這次好像專門帶你想來很久的地方，但是我也沒有跟你講我想來這間啊，因為其實那時候我查高雄美食，就我發現這一間很熱門。然後我會想來的原因是因為除了看到大家推薦他們家的食物很特別之外，主要是因為它才開業1年就已經入圍台灣米其林的指南了，所以我覺得很厲害。對，它是米其林入選餐廳，也就是高雄的禮女。這間餐廳我覺得最有特色在於幾乎採用台灣當季食材。哦，對。那我覺得他們之間讓我會最想來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是一個無定義料理。所謂無定義，就是你没有辦法定義它是法餐、西餐或是意大利餐。然後他們也把原味做得很高級，因為其實大家聽到原味就覺得原味會不會沒味道或怎樣？聽說不會，而且我發現他們這邊都是開放式的廚房，就出 Michael 在料理的過程真的是很有魅力耶。
做菜的男人真的是很帥。我相信餐點也是一樣很帥。來，先乾杯一下吧。甜哦，爆甜哎，蔬菜的那種甜味，是蔬菜的原味，对，然后外面的炸叶也很香。它的油脂很香哎，好香哦。有感觉到什麼叫做冠軍級的尊龍小瘦了吧？有，我給他冠軍，因為你也知道我就是一個超級無敵挑食的人。那像面對這樣精緻菜餚，其實我會很擔心，我自己其實是吃不習慣的。但居然每一道都讓我覺得很驚豔，而且我覺得他們這邊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們會依照每一個不同的季節去挑選不一樣的食材，挑選適合當時的天氣氣候適合吃的一些食物，所以我覺得很貼心。我覺得最值得吃的就是它如何把我們熟悉的食材轉化再呈現，變成我們意想不到的料理。即便是生菜沙拉，它所呈現出來的面貌也跟我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对我來講，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的概念啊，這個結論下得很好。我覺得自己最喜歡的部分就是主廚。他是很用心都會特別到桌邊跟我們來介紹這一道菜的理念啊，或是使用什麼樣的食材，很用心。主廚嗎？對啊，Michael 啊，甜甜來了！哇，好美哦！對啊。學長，你今天吃了嗎？我決定啊。什麼意思？不然你以為嘞？